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组队的方法和观点。首先有几点要先声明：第一，我没有很强，军团战力也不高；第二，我知道很多高手组队比我厉害，这只是我的看法。OK， 进入正题。组队呢，要先知道每个文明4个兵种的特性。以爱琴海文明为例，骑兵血量很高，工兵和车兵攻击很高，血量很低，步兵则是介于两者之间。所以骑兵尽量放在1号和3号的位置，也就是前排；工兵和车兵尽量放在2号和4号的位置，也就是后排；步兵则是前排和后排都可以放。接着我会把我已经有的传说英雄打在 Excel 里面，就像画面右手边显示的，然后按照兵种排序，简单标记一下英雄的技能，还有他技能的种类是主动还是被动。之所以要标记主动还是被动，那是因为有一个英雄伊丽莎白一世，他的技能只对主动技能的英雄有用，所以标记上主动还是被动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有谁可以跟他同一队。那还有另外2个英雄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的话，都列入常用的英雄名单。一个是麦哲伦，一个是河马。麦哲伦的技能是，当自身部队的士兵数小于50%时，自身部队以及同排部队每次受到伤害，有几率可以免疫伤害。是免疫伤害，就是别人打他不会死，不会痛。河马的技能则是提升我方全体部队的攻击力，每回合叠加1次。河马厉害在它可以叠加，在这个游戏所有英雄里面，可以叠加的都很强。这边帮各位整理出来所有可以叠加的英雄，这是台湾时间7月9号的资料，有狮心王理查德、河马、莱伊拉、亚历山大、萨拉丁。好，接下来可以开始进行组队了。组队之前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，军队中每个兵种应该要平衡，4个军队则每个兵种各4个英雄，5个军队则每个兵种各5个英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账号有哪些后排。因为这个账号它的后排数量比前排数量少，所以是由后排来决定前排该用谁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前排数量比较少，后排数量比较多，那你可以先把你的前排挑好，再决定后排要用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后排有希波吕特、奥德修斯、阿塔兰特、伊丽莎白一世、达芬奇、塔里克、梅林、山鲁佐德、君士坦丁。在这个表格中，我把阿塔兰特跟塔里克的名字做了红字标记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发动有先决条件，像阿塔兰特的技能发动条件是阿塔兰特优先攻击，而莱伊拉、狮心理查德、亚历山大、河马这4个英雄我只做了咖啡色的颜色标记，那是因为这4个英雄的技能可以叠加。首先我们就可叠加的部分来组队。我有的4个可叠加英雄分别是莱伊拉、理查德、亚历山大、河马，都是叠加伤害或是降低对方防御，反正就是增加我方攻击力的技能。其中莱伊拉是针对4号位置部队，其他3支则是全体部队叠加，所以我先把莱伊拉挑出来，用其他3支来组队。可叠加的英雄如果在前2回合就被秒了，或者是杀得很惨，那
就算他们叠加起来，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伤害去把对面打败。所以我在前排会放可以保护的，让后排他们可以慢慢的叠加。因此我选择了麦哲伦。麦哲伦的效果可以让他跟另外一个前排坦住所有的伤害，让后排可以叠加，一旦叠加起来，他们的攻击力对面就挡不住。因此我的第一队会是麦哲伦、施辛理查德、亚历山大、荷马。再来我们来看阿塔兰特这个工兵英雄，他的技能是有 50% 概率给对方一个伤害，如果优先攻击则可以额外给对方一个伤害。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英雄叫做科尔特斯。科尔特斯的技能是他可以让相邻的英雄优先攻击。我们先把阿塔兰特跟科尔特斯摆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后排英雄。达芬奇的技能是可以有几率让其他车兵部队连击，所以跟达芬奇一起的后排一定要是车兵部队。那有的人因为这个技能会把前排都放车兵，但是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车兵的防御低，虽然它血量高，但是它撑不久，所以车兵还是放在后排的好。所以我要在车兵英雄里面选一个英雄跟达芬奇搭配。这个我们先空着，我们来看其他英雄。接着我们来看到希波吕特。希波吕特这个英雄，他的技能有2段，第一个是增加自身部队的攻击力，第二个是有几率可以连击。所以希波吕特这个后排是非常高伤害的，因此跟希波吕特搭配的英雄必须是要高伤害的。在这边我为希波吕特挑莱伊拉这个可以叠加伤害的英雄，来让希波吕特的伤害更高。那除了希波吕特以外，跟希波吕特搭配的后排英雄，我选君士坦丁，因为君士坦丁可以增加希波吕特的伤害。搭配到这里，我们来数一下后排有几个车兵，几个工兵。第一队不看，因为它就长那样，我也没有办法找出其他可替代的英雄来替代在第一队上面。阿塔兰特是工兵，希波吕特工兵，2个工兵，科尔特斯车兵，达芬奇车兵，跟达芬奇配的也是车兵，君士坦丁车兵。也就是说，剩下的2个空格应该是要有2个工兵来带入，非常刚好的。我的传说里面，工兵剩下2个，一个是奥德修斯，一个是伊丽莎白一世。那再看一下奥德修斯的技能，好，主动技。于是我就把奥德修斯跟伊丽莎白配在一起。回头再来看达芬奇配的那个车兵英雄，我们应该用哪一支？我们剩下的车兵有塔里克、梅林、山鲁佐德。让我们来分析这3个英雄。塔里克技能发动有先决条件，这样的英雄我比较不喜欢。山鲁佐德他的技能是让对方无法攻击，可是他的几率很低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会想选梅林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后排8个位置都选好了，剩下前排。但是有一点，因为在希波吕特那一队已经有一个前排被占走了，所以剩下7个前排让我们选。在开始选前排之前，我们先来算一下现在已经有的前排。麦哲伦跟莱伊拉都是步兵，亚历山大是骑兵，所以说现在还剩3个步兵、4个骑兵的位置让我们去填。这里面有一队其实比较特别，就是奥德修斯跟伊丽莎白他们那一队。
那一队因为伊丽莎白她的技能必须要主动技能，所以她的前排也只能是主动技能。我们把所有步兵跟骑兵的技能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只有4个英雄他的技能是主动技能：国王库里普、赫拉克勒斯、凯撒跟辛德巴德。凯撒他在第3回合是100%发动技能，所以这个主动技能不用增加技能概率，他也没有办法提早发，所以这一支是绝对不用加入伊丽莎白这一队的。辛德巴德，碍于我个人对他的偏见，我觉得他没什么用，所以我不会把他安排进这一队，应该说我也不会用他。所以剩下国王库里普跟赫拉克勒斯这2个英雄其实都算是我蛮喜欢的英雄。赫拉克勒斯他其实几率很低，好像22%，所以我平常不太会用它。但是有了伊丽莎白可以把他的几率加成之后，他的技能是可以让对方无法攻击，这一点我蛮喜欢的。还有国王库里普，他的技能是有几率斩杀对方低于40%以下的小兵，再配上伊丽莎白提升几率，这样可以让战斗快很多。尤其配上赫拉克勒斯又无法攻击，所以这样子一来，这一队应该算是速度比较快的。还有奥德修斯的技能是对方无法发动技能，奥德修斯无法发动技能，赫拉克勒斯无法发动攻击，这样2个连起来，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动。如果都成功发动，就这样确认了这2个步兵在这一队。但是还记得刚刚算的吗？我还需要3个步兵、4个骑兵，也就是说我剩下1个步兵的位置了。于是我再回头看一下步兵里面还有哪一个是我一定要的。其实我的传说步兵里面只剩下2个英雄，一个是腓特烈一世，一个是安塔拉。其实我很喜欢腓特烈一世，他的提升攻击让我觉得很好用，但是我更喜欢安塔拉，我觉得安塔拉很坦，所以在这2个选择中，我会保留安塔拉。最后剩下4个骑兵的位置，其实我的传说骑兵，我们来认真看一下。扣掉辛德巴德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亚历山大有了，施辛理查德有了，剩下的刚好剩4个，也就是说，安塔拉、凯撒、汉尼拔、德古拉、查理曼这5个就会组成剩下的5个位置。接着我们再来看这5个有哪一支适合去希波吕特那一队呢？只有德古拉和查理曼会提高伤害，但是德古拉只有2个回合提升伤害，另外2个回合是减少伤害。查理曼则是一直提供伤害，所以我会选择查理曼去希波吕特那一队。接下来这4个英雄当中，汉尼拔会提高前排防御，安塔拉则会减少自身受到的伤害，所以我会把这2者错开，让2队都有一个很坦的前排。其中汉尼拔有使后排连击的效果，因此我让他去阿塔兰特队。安塔拉则在达芬奇队。凯撒因为要撑到第3回合，所以他本身需要非常高的防御或者是生命，总之他就是不能死。因此我把凯撒跟汉尼拔放在同一队，在阿塔兰特队。我把德古拉跟安塔拉放在达芬奇队。就这样，我所要组的5队都已经组完了，终于大功告成。好吧，刚刚讲了一堆，我好像也没有帮大家整理条程。
这边结尾帮大家复习一下我组队的方式。第一，把传说英雄列出来，把好用的英雄列出来。第二，有一些特别的英雄，比如可叠加的，比如阿塔兰特，这种已经有人做过攻略分析，而且你也觉得好用，而且你有这种的先组队。第三，英雄比较少的兵种优先组队。像我的工兵和车兵的英雄比较少，所以我会先用后排组队，再把前排带入。最后就是研究技能、分析技能，把你觉得适合摆在一起的英雄摆在一起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今天的攻略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帮我分享。不定期更新影片，不定期更新内容，有什么想看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